嗨，各位金，这一期我们来讲那个新的神器哦，然后还有这个地下城也改版了。我觉得先讲几个优点吧。它现在把地下城呢改成是你不管打哪一个关卡都可以拿到你要的神器，也就是说你现在不太需要把所有角色都抽起来，你只要有一组可以打的，你专门打那一关哦，也可以拿到全部的神器。我觉得这相较之前锁定猎人属性来决定我们能不能打这个关卡，能不能拿到这个部位的神器来说，已经算是还不错的改善。所以呢，现在不管是你的主角会比较强呢，还是你的猎人比较好用，都可以，你可以随意挑你打得动的那一关哦，去选择你要打的东西。那现在呢，我也把每个阶段可以拿到的东西统整出来哦。你如果是还在前期的玩家，我会建议你至少把战力拼到54万，是可以直接从21阶打起来的。那边呢，你拿到的装备呢是100级的，而且是新的装备啊。那我会建议你在那个时候呢，先不要把装备升级，也不要把装备洗到非常非常高的数值，你只要能够用就好了。什么加2攻击啊，或者是加2防御，足够用就可以了。有鉴于它这次改版哦，它把装备设定成你精炼过一次，你就不能再精炼第二次哦。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拿到100级的装备，你精炼成120级哦，它在下一次改版如果开了140级，还是开了160级，你这个装备应该是不能沿用啦。所以我不建议你把100级的装备拿去精炼成120，除非你加的很好，就是你没有花什么资源，那我是觉得 OK 啊，但也不用花特别重的资源去强化100级。那如果你是比较有能力的人，可以打到31阶哦，那我会建议你往31开始打，因为新装备是直接拿120级了。这样的话，未来他如果开精炼，也许还可以再精炼一次。那要记得，只有强者开始呢，才可以只拿到金色的装备。你在那个以前呢，都有可能混合拿到，打到紫装的几率也是不低啊。那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奖励设定哦，因为像是说我在选120级的装备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指定2件套装，那它就是这2件套装8个部位随机出给你。那我现在打下来呢，大部分都可以拿到，就是不会特定集中在某一种，这个几率应该是有调整过，所以我觉得打装备来说算是比较容易成套装了啦，不会有那种缺部位的问题。那我先讲一下它的界面哦，左下角这个呢，只是它的推荐哦，基本上不用管它，没什么用。然后右边这个哦，有个设定跟分解，这个我是觉得做的不太好，几乎是可以说它算是一个半残状态啊。因为跟我真的要选装备的条件来说，它完全没办法用啊。所以我觉得最多吧，就是我们在分解设定这边，我们会选高阶分解。如果你要用的话，就是用这样，然后等级看你要不要拉到120。那因为我现在缺很多装备，所以我不会拉到120，我可能就拉到120以下，因为120以下我是完全用不到的。那分解奖励记得选哦，你缺什么就选什么。现在大家应该缺的是强化晶片啊，因为那个洗券是有啦，但是干东西太多，一次搞太多，完全没材料用。那你就看你缺什么就选什么。然后这边呢，不能力值，基本上这边选择的就是你不要的。那通常来讲，这2条加上这条，选个+2，就代表说这里呢，只要3项里面有符合2项，这件装备有被筛出来是符合2项的，它就会自动把它分解掉，这是它最低限度啊，所以我才觉得很半残。因为如果我要用的话，我肯定是要选特定的装备了，比如说像是戒指，我如果戒指出现主属性是体力趴，结果我的副属性一个体力都没有，那这戒指我也不可能用，等于说这戒指我也是要分解，但是它这个设定没办法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蛮烂的。那你如果真的要用的话，顶多就这样吧，我是想不到什么更好的用法啦。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会问说，那我到底要先刷哪一件装备哦？我得说，你先刷什么都不重要哦，因为重点是你能不能拿到你要的数值哦。所以我会建议哦，你现在在换装备的过渡期哦，你一开始在刷的时候呢，你可以先刷这2套，这2套是辅助跟破盾在用的。那因为现在呢，你当然是要把重点资源投放在你的输出角色上，所以这2个呢，重点是先刷能用的，就是你装备有刷出来，你不用到能力值特别好，你甚至只有1-2条也无所谓，因为我前面也是随便用啊，所以你就先刷，因为这个呢是你用钥匙去打的，这个是随机的，你打出来如果不能用，比如说我今天去打的是输出，我打出来不能用，你也不可能硬穿，因为输出重要的就是我的伤害，所以数值对我们来说是相对重要的。那你去花钥匙，你用这个钥匙有限量的东西去打这些东西，然后打出来之后又不能用，那你等于是丢水沟啊。所以我会建议你一开始刷的时候，你先刷这2套，你先把它凑出能够各成1套，然后是可以用的。
就是你 OK 数值不用太好，然后甚至缺几条都无所谓，能够凑出整套，然后你再去刷这两，因为这两个东西就是保底，你一定可以提升你整队的战力，因为他们这个能力值现在变得非常好用。那剩下的钥匙呢，你就拿去都刷这两种，就是去拼几率，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不要再问我说要刷什么啊！你问我，我现在刷的程度也跟你不一样啊！我肯定都刷这两个，因为这两个我已经搞定。那如果你现在这两个也搞定，就是数值都洗的差不多了，你可能都洗得很好，那你当然就可以回来刷这个啊。反正你现在这两个一开始前面只是随便凑的，你后面有资源有空间，你再去弄这两个。不然的话，这两个都叫做辅助，好不好？辅助就是不用太好，只要穿起来成套装，可以开效果，然后能力值不要过低，然后整体战力不要过低，因为能力值对的战力才会高嘛。基本上就可以了。那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啊，它现在改版了，就是掉落呢是不会掉那个魔力回复啊，所以实际上我们在打到掉落装备，蛮容易掉出可以用的10条，比如说3有效啊，或者是4有效，几率是挺高的。那还有一点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他改的，但是我自己感觉冲装变得相对容易一点。我说的相对容易是指之前就比较容易冲到有用的词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应该会问说，现在主词呢到底要选什么？因为它这个新的装备120等，我说的是120等，120等它的装备的随机数值已经变了。之前呢是追加在主词，然后攻击力趴在副词，然后攻击力趴在副词加到3的时候，基本上就会超过攻击力趴在主词的量。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攻击力趴在主词是120等的情况下，只有27.75啊。那27.75的攻击力趴呢，在副词，这是我们之前的选法，追攻在主词，然后攻趴在副词。那另外一件呢，应该很明显可以看到，同样都是加3的情况，追攻在副词加出来的数值已经超过主词的追攻了。所以呢，现在呢会颠倒过来选，是因为它的数值改变，并不是我们的等级提高，这个是主词的问题哦。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2条攻击词呢都在副词的时候，到底要冲哪一条？那我必须得说，对于主角来说，冲趴数提高的攻击力还是高过追加攻击力的。虽然追加攻击力在副词成长的时候非常高，但是实际上呢，主角的力量也在成长，所以在趴数上的表现呢还是会好一点。但是我得说，这2个的差距已经非常的小。就是如果你今天冲到追加，可不可以给主角用？可以。没有问题，但我自己在冲装，我还是会以趴数为主。我说的是副词，我觉得一定有人会搞错我在说什么。那如果你听不懂，那就无所谓，反正只要加得到攻击力，不管加在哪一条，你就是用。那猎人的话，还是以追加为主，因为猎人的攻击力比较低哦。猎人只能拿1把武器，主角是可以拿到2把武器的。2把武器在趴数的乘算上是相当有优势的，这是数值部分啊。那再就是角色到底要穿什么，我们就来看我做好的分类啊。好，我把这个每一套装备它提供的能力值都列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能力值呢，其实就是原本就有装备的融合体。这也是我其中一个不爽的原因，但是我之后再说。反正呢，现在你可以看到，它提供的穿透相当于之前的黑狮，它提供的攻击力跟防御就是之前的野兽，然后还有红骑士。所以这套装备呢，很明显就是给攻击角色在用，而且是防御和攻击类型。那另外一套呢，这个卡米什，它就是过载专用。之前呢，过载没有它的特定装备所以呢，我们通常都是以技能为主，或是以伤害为主。那它现在呢，还融合了一些辅助效果。那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这里的辅助效果呢，不一定要主角穿才有效，它是提供队友的。也就是说，你的队友里面只要有过载的角色，他穿上这套，你也可以获得他这套上面的效果。那下一套呢，这个钢体君主他穿的那件衣服它这个其实就是祝福的 Pro Max 版。你可以看到它融合了祝福的效果，伤害上升20%，然后也融合了祈愿的效果，攻防体3为15%，然后还有橄榄石的弱点伤害，而且提升了，之前只有15%，纯橄榄石是只有15%，诸如此类它这个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它现在就是把旧装备揉在一起，直接做成一件让你穿8套。那下一套就更明显了，它肯定就是贪婪跟欲望合体然后提升了一点爆伤我觉得他现在这样做是为了让玩家比较好选择，因为以前装备可能太多太杂了。
那避免大家还是会问我说，到底什么东西要穿什么，所以我把全部的角色列出来了。你如果看这张图，你还可以问我，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回答你啊。现在呢，这一套装备呢，你可以不留体力型，因为它这里已经绑定了防御跟攻击力哦。体力角色完全不吃这2条，所以你给体力角色穿这套呢，只能说有点浪费啊，这有点浪费。你现在前期应该是可以不用留体力的。那记得主持一定选趴，副持选追加，主持选趴防御，趴的攻击力，追加放在副持。追加的防御跟追加的攻击力，可以选主持的就是这样选。那你不能选的就是副持选趴跟追加2种都要有。那下一套这个龙的套装过载只有这4个角色。那你有看到我把他们的类型写出来啊？所以你现在准备这个套装呢，你在准备体力型呢，只要有1套就可以了，1套可以给他们2个共用，你会比较方便。那另外2个人呢，目前来说，如果你的装备不够多，像我也不够，所以我就是直接准备体力的。然后伊格丽特如果需要穿攻击型需要的，我直接穿体力，因为重点不是它里面的数值怎么样，而是它提供的这些被动效果是我要的。除非我之后资源足够，我才会再去搞针对属性调整，总共就变成有3套。那再来是这个祝福 Pro Max 哦，这里呢我把特殊的属性列出来，你可以看到攻击型的只有3个，防御型也只有3个，所以你在准备这套新套装的时候，我建议你是以防御跟体力为主，这2个比较通用。因为剩下来的攻击型呢，这3个角色他们也都不会打出非常高的伤害，所以你现在优先准备攻击型的，没有什么太大用处，你直接让他们穿防御或是体力就可以了。那最后这个贪婪哦，你有看到我把特殊的列出来，攻击型的只有3个，所以其实这3个呢量过小，我觉得不需要特别准备，除非你真的有余裕，你才最后来准备攻击型的羊头套。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防御型现在只有会长会用到，所以这一套很明显我们只需要准备一个东西，就是体力类型。体力类型绝对是万用，只要1套就可以给他们全部人穿了。那如果手镯你可以的话，你就是针对属性去挑。那如果不行也无所谓，因为他们呢都是辅助。在你前期装备不够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就是随便穿。你可以看到我工会 BOSS PO 的那些内容，你仔细看，你就会发现我这瞎鸡巴乱穿，因为我真的没装备啊，我也是随便抓来用。那为什么我还可以打得高？就是因为攻击型的装备我有挑过，你要挑对重点。这个游戏永远不是说你准备的多充足，而是你有没有抓到重点。你只要重点抓对了，伤害不可能低啊。那旧装备到底要怎么处理啊？我自己是觉得啦，第一个考虑的是时间战场可能会用到，所以旧装我可能还是会留。那要怎么留？我会留4个词条以上，就是我一定要4有效词条，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对我来说之前也是花钱弄，那我也不想要丢掉，我还是有一点感情在的。可能我过一阵子之后觉得好了，垃圾，我觉得全部丢了。这完全看你自己。这真的看你自己，你喜欢你就留着，你不爽，你觉得他妈改版就是坑钱，干那就直接删除，好不好？不然就直接退游。你可以看到，现在这游戏就是长这样啊，它就是用装备来洗你的钱，它为了让进来的新玩家起跑点比较接近玩比较久的玩家，所以他现在搞这套神器直接把大家打回解放前。那剩下来就是看你钱包深度啊，你钱包够深，你现在就可以把装备弄好，一直以来都是这样。那至于你现在这个阶段，如果你是属于中客以下，你可能觉得有点贵，不想要花那么多钱，那我会建议你先不要动啊。你现在能够用就先用，不要用到特别好，因为照这个节奏来看，神器制作大概要来了。那神器制作是什么东西呢？没玩过的人不知道，它就是可以直接制定词条，我可以自己玩到4个词条，我再把它做出来，那是随机跳的，就是花某些材料，然后一直洗到40条，把你的基底洗好，你再洗出来之后慢慢冲装备。你可以等到那个时候，你再去把你装备弄到很好。那现在来说的话，你都是只能靠制作，或者是靠你打出来的材料去弄，所以其实呢是有点浪费钱。比较聪明的人呢，我会建议你留到后面再弄。你不是像我们现在要出影片了，我要追那个分数所以我可能就要先把装备弄到一定水准，那我就要得花这个钱。那到时候神器制作呢，我也是把我可能没弄到比较好的装备，把它弄到紧装啊。那你如果不是我这种有点疯子的玩法，我觉得没必要，你就先留着，能够用就用。之后有神器制作出来的时候，你再一次搞定，你那样会花的比较少。那现在如果那些什么重置票啊，你能买，我建议你先囤，你囤个100张，囤个200张都好，因为到时候神器制作出来，你有好的基底，你才有办法洗到你最好的词条。如果你是回坑的人，那我跟你讲，现在的装备没有以前的复杂，现在就是很简单。你这个角色是要用什么的？它是破盾还是它是辅助？就是一套8件穿到底，就这样，就这么简单，好吗？那我们就下个主题再见啦。